经济又好又快，堆积如山的球鞋。因为人嘛，他总归是有需求的。如果说这是指套，行为规范。这张照片好像是一堆女生哎，实发工资15800，我靠！金库门第10章宗族压力。好大的雨啊！经常坐过牢的都知道，里面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。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，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。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。这是一所创建于1955年的监狱，总占地面积2万多亩，前身为国有林场和矿区。在2006年一次特大洪灾中，监区成功转移1600多名服刑人员，被省政府授予抗洪抢险模范集体和1等功。但也正因为这场洪水，暴露出了监区的地理位置问题。于是，在2014年的9月，监区整体迁移，荒废至今。可以看到那个墙上面都是土做的，它并不是现代的那种砖。刚刚我们过的那道门，应该就是监区的，有可能。那么正式开始探索。今天是有探索计划以来第一次的雨天天气。这有一栋建筑，看这个标志应该是医院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因为到了室内了，我们的避雨道具先暂时可以不用了。这里的窗户很有上个世纪的感觉，这个窗户的窗框都是金属的。地上的话散落的有一些165、安卡西宁、青霉素，这些药其实都是没有开的，里面是这种粉状的，应该它是要混合葡萄糖啊，或者是别的那种药水给它稀释，然后注射的。开塞露，为什么监狱配套的医院会需要开塞露呢？然后这边有很多马路的尸体，他们应该是因为这里环境嘛，适合这些动植物生长，但是呢，这一块有药物的残留，所以他们过来可能误食了之后就原地尬住。安全出口，大家看不看到？这里又有线，看一下这根鱼线，它能联动什么机关？听到声响了吗？不知道什么东西挂在那边，我们待会儿过去再看。下面有一份报纸，《南方日报》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方向任务，小康标准。这是一个工资条，主任科员他的级别，然后实发工资是3600。发放工资年月2009年3月，09年快4000的工资，挺高薪的。这边有一些药物，地西泮注射液，也就是安眠药，镇静、麻醉、催眠，硫酸阿托品，这其实和精神病院那一期有些是重合的。看来在监狱里面待的人有可能会有精神问题，会需要这些药物来治疗他们。这个线带的东西是在这房间里面。这凳子怎么长到台子上去了？有人来这里点过蜡烛。针线，走这个门。在这个门后面，对着这个铁框子。这边应该也是化学品啊、药品的管理房间。化学试剂管理制度，固体和液体分开。对于剧毒、易燃、麻醉等药品，应有专人专柜管理，并严格登记和办理领用手续。就剧毒、易燃、麻醉这几个是非常特殊的药物。蜘蛛？哎呦，活的！飞鹤牌消毒粉。塑料洗片桶，这鞋子应该是给囚犯穿的。棉被，X 光室，
这里面的味道好重啊！我靠，化学品的味道。捡了一个出来，看到上面这个字吗？敌，这应该是敌敌畏。好重的味道，我不想进去了。啊，进来这个房间就好多了。那边不是有那种塑料的桶子吗？它应该就是放在这里面的，然后再泡一些胶片的显影液，在这里面去做冲洗。好大的味道！很多的球鞋堆积如山的，有些还是没开封的。2楼，外面在疯狂打雷。哎，箱子，不过都空了。像这种医疗箱的话，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，就村里面的那些村医也是背着这么一个箱子，然后村上村下的走。因为以前条件有限嘛，医院都比较少，而且医疗资源也有限，那时候医生特别少，不像现在看病比以前方便了很多。不过现在也多了4+4的医生，这时代不一样了。以前的时候，群众对医生来讲还是很信任他们的。6条禁令，这是给狱警或者说这边监狱的管理人员看的，食不让。宝济丸，生产日期是2008年，这里面真的非常有恐怖游戏的那味儿。结核病，就肺结核，肺结核挺难治的，因为要长时间的调理，而且它还有传染性，所以在以前的时候得了肺结核，基本上就是早走还是晚走的区别了。现在肺结核也能治好，但很麻烦，治这个周期也比较长。上来的话，也就是天台了。这一栋探索差不多了，拿上我们的道具。下雨天的话，还是室内舒服啊。以前工作人员栽的兰花，长得还挺不错的。那不是工作人员写的吧？如若不是经历绝境，谁会低三下四？这里有流浪汉住过。口口声声为我好，我是怎么做的？不理解。看来有人离家出走，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。陌生的朋友，请听我讲：幻象会控制人心，而欲望会失去人性。不知道这位老哥遭受到了什么打击。我们前往主线位置。我的妈，要涨水了！这所监狱之所以要搬迁，也是因为这里有可能会涨大水。这里居然有一个居民粮油供应证，这应该是很早之前才有的东西。粮所，看上面的时间，94年，那个时候农民还需要交公粮呢。这边还有很多这种粮油供应证，应该是这些干警，因为他们是国家公务人员，所以说他们是可以去领的，他们可以去领粮食。这上面应该是一个登记。监狱警亭的旁边，干警对话，报警铃。我的个妈哎！好大的雨啊！周围都是这种铁丝网，防止犯人逃跑的。哇！我们先进来躲一躲。靠，外面的雨太大了。里面这间是操作电网的，墙上的那些护栏啊，应该都是通电的。外面也下着雨，我们先在里面看一会儿报纸，爱读书，就是这么爱读书。无耻校长竟带6个小学生开房，我好像记得确实以前是发生过这种事情。这是2013年的老人报，这警官怎么看老人报呢？现在都不看报纸了，现在刷手机。256岁，这假的吧？这修仙者吗？入鸡了。现在雨稍微小了一点。哇你妈！哇！我没有穿洞洞鞋今天。
这是墙内的视角，这个墙的话大概有5到6米高，然后上面还有电网，想要翻墙跑出去，基本不太可能。这里面一进来，怎么感觉是个厂房？效率就是生命。坚持守则，实践优质。这里有一个家居的，这里不会曾经是用来生产家具的吧？地上的话是毽子、围棋、飞行棋，感觉这些应该是给改造人员休闲娱乐的。颜料、粉笔、毽子，还有围棋。这里是图书室的库房，应该是在监狱里面有图书室，这个也是挺合理的。大家应该都看过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吧？里面的主角不就是在图书室里面当管理人员？这应该是中医的，里面还是有刀片的，材质用的。这个布，有可能是给犯人拍证件照或者什么之类的。这布，这门牌上也没有写的是什么房间。这是围棋吗？不是，这是指套。这指套可能是用来抠那种地方的。感觉要么这里是登记检验的地方。看后面这个墙，它外面除了有那种水泥墙之外，里面还有一道铁丝网。铁丝网上面的话，应该还通着电。从头再来，感恩的心。这个大门有一个警戒线，如果囚犯到了这里，可能就会有人注意他了。下面是一个篮球场。10月29日，每日狱情研判，凡出现一次扣3分，打架斗殴、自伤自残、自杀、对抗狱警。这是一位狱警的学习笔记。很多全新的载玻片，做化验用的吗？看，这还是全新的没开的载玻片。这些置物柜，这里是药房，肠胃类、抗病毒类、维生素及营养类。这里应该是化验室。地上有很多检测试剂，丙型肝炎、梅毒螺旋体，检测梅毒的 HIV、甲型肝炎，这些都是检测的试纸。当然，如果要检测的话，这个是不能少的，艾滋。甲型肝炎稀释液。这里应该就是囚犯生活起居的地方了。1、2、3、4，挺宽敞的。还有脑盘、酸菜、牛肉、面。这边是他们存放个人物品的柜子。这是他们看的报纸吗？平间报，果然给犯人看的报纸都是特供的版本。里面很多其实都是和亲情啊、家庭啊有关的内容，然后还有就是忏悔。这里还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东西，商品订购卡，上面都是商品代码，然后还有数量。不知道这里面的话，它是用什么作为货币啊？应该也是钱吧？如果不是钱的话，应该是在这里面工作获得的一些积分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我猜的哦，因为我也没做过的。有做过的老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。行为规范。
罪犯安全生产须知。看来那里有一个厂，那应该是的。他们并不是说进来坐大牢了就可以免费的吃牢饭，你还是得工作的。大家不要想着吃免费的牢饭了。这个是张海军3监区编号，应该他们会挂在自己身上的。而且这个柜子上都写着有他们自己的名字。他们其实也是有娱乐生活的，看上面还贴了一些应该是电影的海报，而且这面还有扑克牌，打牌也是可以的。看没，这小袋子里面都是扑克牌，看来他们还是有娱乐生活的。这是专业护肤，他们还有护肤品，哎呦，还有护肤品，酱油，就是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，因为人嘛，他总归是有需求的。如果说这是杨幂吗？这是从报纸上面剪下来的。哇，我刚刚还在说他们有需求了的话怎么办？看来他这里还是能接触到外面的一些报纸的。双信达仪，懂了。如果说他们遇到有需求问题，那可能应该也是自己解决了。正常来讲，这怎么有一种很眼熟的感觉？这是药品管理规范。这里有一个药品索引。服刑人员报刊杂志签名表。哦，这也就解释了刚刚那个柜子里面为什么会出现了那些美女的照片。这种小盒子应该是用来分发药物的。个人谈话教育资料，陈密，他们每个罪犯都有一个单独的夹子来记录他们。哇，这个牢房挺大，上面有数字，下面也有数字。这个床架应该是有2层。从数字上来看的话，最大的是32，那这个房间里面最多的时候应该住32个犯人，挺大的这一间。那这边其实是可以看到这种花边新闻的报纸，大 S， 可惜已经走了啊。这边其实是有好几张表，就是写商品的，比如说这个什么279号商品是蚊香，这里还有一张照片。是一群穿着校服的女生，不知道这张照片的主人他是因为什么事情进来的。文化室，刊稿底稿，制作底稿。之前我们不是看到有那些监狱内部的报纸吗？上面有很多是改造人员自己写的一些话或者什么之类的小文章，他们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文化室里面写出来的，然后各个监狱把它们统一起来编排，最后在内部发版。好厚的一本书，在里面还能看小说。第10章，宗族压力。可以啊，监狱里面还有小说可以看。我怀疑这边的这一侧应该是女犯人住的地方，因为这里写着 SHE， 还有 My Love。还有之前那个房间看到的女生的合照，应该是女犯人住的这一侧，男犯人住在那个操场对面的一侧。这里应该就找不到那些收集那种图片的柜子了，女生应该不会收集那种东西的，除非她是除非她喜欢女生。这个门口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拍照时间，胶片留下证据。
外面这几栋建筑，我们也进去看一看。安全生产，这应该也是一个厂。果然是的，改造人员除了在里面那个厂上班之外，还会来外面这个厂上班。所以大家想的免费的牢饭，那其实是不免费的，免费的往往才是最贵的呀。禁带火种，禁止烟火。这里很多的屋顶都漏水了，看上面这个天花板，有可能随时会塌。这个天花板批号、制单量、单价、货期，这边也是工厂。唉，坐了大牢，工作都是开在家门口的，足不出户的，很贴心啊，很贴心。都搬空了，不知道当时是生产什么的。不过地上有这种线卷，应该是生产织物类的东西，衣服、鞋子、被子应该是生产织物类的东西。这里不得随意脱离，互监阻，互相监察。这边应该也是给罪犯劳动的地方。那楼梯完全塌下来了，这上面写着紧急出口。看这个门上还有警戒线。虽然能出来工作了，但它其实是不能和外面有交互的。看这里，不得与外界接触，严禁接近此门。你要是跑了的话，抓回去可能会关更长的时间。牢饭不好吃啊。这里景色还是挺好看的，蓝天白云，青山绿水，非常的漂亮。就是有点热，遭不住。没见过难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，我也该带一把砍柴刀来的。怎么办？前面还有草堆子要钻。谁会往这种地方走？地上好多的枇杷，你看这旁边长了好多小的枇杷树，太多年没人管了，这东西掉地下该自己长了。看起来也没有特别破旧，只是窗户都大开着，玻璃大开着，就这，哇，是新的这个，没开，看一下生产日期啊，2024年，应该是有后来的人来这里搞什么东西，然后遗留在这里的，品鉴一下。味道很正常。看，这个还是1代的身份证，68年的，像极了人类消失后的世界，很强的末日感。这边还只是一侧，在另外一侧还有很多的这种居民楼，末世感拉满。我们去高的那栋建筑里面看一看。
个别警察职工及家属无视公共利益，随意在玉部生活区放养鸡狗等家禽，以致到处是屎。点名批评。很多的生活遗留，这边都是很正常的遗留物，挺大的标准篮球场。那边房子也是空的，这边房子也是空的。这牌子写着心理咨询，那个心理咨询应该是给家属的，就是大家应该也懂吧，就是如果你关系比较近的人进去了，对吧？作为在外面的人来讲，心里肯定会遭受很大打击的。健身室，这健身室挺大的，这里是有一个斯诺克的台子，应该还有一些别的器材都被搬走了。球服，摄影药品，就是搞那个什么拍照用的，胶片相关的东西。这边应该也都是，看，显影剂，这边都是用来冲胶片的东西。地上还有很多宾馆的鞋子，一次性拖鞋，这是开关。然后这个是工资条，月份2014年1月份，副主任科员，实发工资15800，我靠，这么多，1万多一个月。不过公务员的钱其实都是我们正常老百姓纳的税来的，其实这1万多都算是老百姓给他发的。然后这里这么多牌。不是吧，老哥？你拿15000的工资打这么多的牌啊？几乎每个房间里面都能看到牌。金库门，这能开吗？有没有开锁，老哥？挺好奇里面是什么东西的，可惜进不去。2张空的床，这里真的非常像宾馆。宾馆嘛，因为这边你看，洗手间、浴室。我明白了，这里有点像宾馆，是因为他们之间可能会要去出差嘛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它其实是有这种房间给这些公务员出差的时候在这边休息的，都是免费的，这种应该是，毕竟国家的嘛，应该都是免费的。这里应该就是公差、警察出差或者什么之类的，都是来这种地方休息。很甜。很甜很甜。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拿上我们的道具，出去，撤退。我们原路返回。别刮我！我刮我！我们出来了。